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非常欢迎又回到我的每月运势的一个视频啊。那这个月份我们就进入到9月份，也就是辛酉月。那上一个视频我已经跟大家分享3个有关辛酉月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如果还没有看的话，记得可以点击这里，我把链接放在这。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分析每一个日主在进入辛酉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的一些机会或者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在进入正式的视频前呢，你需要知道自己本身的日主是哪一个。OK， 我们的日主有10个，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如果你不懂要怎么找的话，我也有一个视频教大家怎么去找，你可以点击这里来看。那这个视频如果你本身对八字的这个学习是很有兴趣的话，我也会建议你把10个日主都看完。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在每个日主的分析里面我都会比较去详细的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时辰，每个日主在进入不同月份的时候，它有的一个时辰的不一样，会产生一个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对八字的这个学习很有兴趣的话，你想知道这个时辰所代表的一些意涵，它的一些作用是什么的话，记得要把整个视频看完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这个视频的重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讲辛金，OK， 因为这个月是辛酉嘛，所以我们先从辛开始。那辛金这个日主这个月份会进入到比肩的一个月份。那它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那如果用一个比实际情况来比喻的话，就有点像大家有看过那种战争电影，就是大家万箭齐发的那个情况。OK， 就是那些箭一试过全部发至同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在对的场合的话，它是非常的有效。OK。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箭都射歪了，或者都是浪费掉了。所以这辛金在这个月份呢，虽然你会遇到比较多跟你志同道合，或者跟你同样性质的人在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但是你可能会感觉很多努力或者很多你做的一些事情都会有点像在导致一种浪费或者一种消耗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辛金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元素，它要突出自我，就它需要别人看到它。所以如果你有太多跟你同样性质的人在一起的话，就好像你进到一个珠宝店，有很多不同的钻石都同一时间在闪烁着，在发亮着的时候，本身的这个钻石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突出。OK， 你会掩埋在大众的一个眼光里。所以辛金我这个月份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多专注在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多了解自己要如何去发光，去凸显自己的一个价值。你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自我探索的功课，或者你可以去进行一些进修一些课程去让自己更了解你本身的一些价值，你本身的一些能力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辛金。那第二个日主我们就会进入到壬水。那壬水呢，这个月份它是进入到一个正印的月份。那正印代表的是什么呢？它通常是一个比较集中去学习的一个能量。所以如果要有一个比喻的话，它就有点像在一个大海上面，你在航海的时候，你使用的一个指南针。OK， 这个指南针它就是带你去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位置，比较准确的一个方向。所以壬水的日主这个月份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你本身有兴趣、想要继续深入去研究、去探讨的一个课题去进行一些学习。有时候壬水它的本身的一个特质呢，它是会比较分散一点，它的兴趣会比较广泛一点。OK，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比较精准的、比较可以深入的一个学习的话，其实会加强你本身的一个知识量，会加强你本身的一个能力，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啦。那这个就是壬水的部分。那第3个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这个月份它是进入到一个偏印的月份。那偏印代表的是一种探索，一种好奇甚至是一种直觉力。
那再加上癸水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具备这种直觉、这种很好奇的一个性格，所以这个月份你是几乎是直觉力爆棚的一个月份。如果你需要一个比喻的话，它就有点像一个那种雾化机，就是把水或者把一种精油变成雾化的一个机器。所以你在这种雾化的过程里面你的这个雾呢，是不是会扩散到整个空间 ？OK， 你会去到很多角角落落一些我们平常比较难去到的地方你都可以探索到这样子。那你在进行这个探索的时候你又是一种非常低调的、比较隐晦的一个方式去进行这个探索，就大家比较不太会看到，或比较没有这么容易察觉。所以这个月份你可能整个人都会变得比较梦幻一点，比较像一个小朋友这样子，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以去让你重新审视你现在的一些情况，或者进行一些比较广泛的一个探索。那当然在探索之余呢，你也不要让自己太过的分散你的注意力会比较难以集中。所以这个月份你就多注意这方面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癸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甲木。甲木这个月份它是来到了正官的一个月份。那正官很多时候呢，它都是一个形塑你的一个能量。这个就有点像你在一个树桶上或一块木板上进行一些雕刻。心经就是一把小刀，一种雕刻刀。那甲木呢，它就像一棵树，一个树木。所以你就用小刀去慢慢的在这个树木上雕刻。那在这个雕刻的过程它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是非常需要一个精准的一个技巧，然后还是非常注重一些小细节。所以在这个月份我会觉得呢，甲木的人你可以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个良好的作息，或者一个良好的习惯。就在这个月份你会比较容易去培养起这方面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作息这样子。那当然甲木在这个月份呢，因为你会非常注重这些小细节，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忘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局面，或者一个外面更大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也不觉得是一个太坏的一个事情啦。OK， 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一些专注，有些一些规律、一些规矩来局限自己。好，这就是甲木。那第5个我们就来到乙木。那乙木这个月份是进入到七煞的月份。那大家听到七煞又要吓到一跳了。那其实七煞它代表的只是一个来挑战你的能量，或者来给你一些难题的一个能量。所以乙木呢，在这个月份呢，可能会感觉比较压力、比较焦虑一点点。乙木代表的是一个小草或者一些小花丛这样子啦。OK， 当它遇到辛金，就是金属来剪你的时候，OK， 它就有点像我们要在修剪这个草坪，然后修剪这个花丛。所以在这个修剪的过程里面你肯定是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们这个过程是一个必须的。如果你有一些园艺的一些知识的话，其实你会知道，如果你没有这样子修剪的话，或者你进行一些除草的工作的话，你本身这个草这个花呢是没有办法生长到更好的。所以乙木这个月份你是可以去把一些比较不良的一些嗜好不良的一些作息去摒除掉的一个月份。我会觉得就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修剪的过程里面这个乙木呢才可以生长到更好，你个人才会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好，这就是乙木。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丙火。那丙火这个月份它是进入到正财的一个月份。那正财它代表的是一个你控制的事物，它是你做的一些事物。因为正财它都是需要一个你付出的能量得到的一个回报。所以为什么在八字里面我们通常说正财的话，它就有点像一个努力工作、非常劳碌工作的一个能量。所以丙火在这个月份就是一个非常劳碌的一个月份很多已经安排好的计划可能你在上个月还没有执行。那在这个月份你会有一股的声音去推动你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完成。
然后你会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动力啊，去要把这个东西所完善它，去完成它。丙火在这个月份呢，它也是会比较容易陷入一种心情比较焦躁。OK， 因为火啊本身就是比较一个焦急、比较容易躁动的一个能量，然后再配合上正财的话，它是一个感觉要控制、要可以掌控全部事情，要把所有事情都完成的一个能量。所以在这两个这样子结合下来的话，它就会变得有时候比较容易没有耐心，对其他人啊也会觉得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OK， 把这个事情做完成它。那所以我给丙火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这个月份呢，你就给自己一点耐心吧，给大家一点耐心 ，OK， 每个人啊都是有那一个做事的一个进度，还有做事的一个方式。所以啊，你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把一个事情啊一起完成它，这个就是丙火。那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丁火。那丁火这个月份呢，它是进入到偏财的一个月份。那偏财啊，在八字里面代表的只是一个比较容易得到的机会，比较容易赚钱的一个机会。它相对于正财啊，它是一个快来快去的一个赚钱的机会。那正财啊，它是一个稳稳的，需要靠付出努力、靠时间、靠精力来得来的一些钱财。正财呢，它是一个比较持久的；那偏财呢，它是比较不持久的，它是比较快速的。所以丁火在这个月份啊，你会感觉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赚钱的方法，去让你去做选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选择哪一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这个例子啊，就有点像你本身是丁火嘛，你再要炼金 ，OK， 你要把这个金属啊化成某一个你想要的完成品。开始动工前啊，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目标？你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金属啊提炼成什么最后的一个完成品？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的话，你怎么去完成呢？你开始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啊，丁火呢，我会给的建议啊，就是你在开始前呢，先做好准备的功夫，先设立好你的目标。OK， 你想要在这个月份啊，你要达到什么目标，你要完成什么，然后只要选一个去完成就好了。因为1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是很快过的，那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太多的事情上。好，这就是丁火。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那戊土啊，这个月份它是进入到伤官的月份。那伤官啊，它讲究的都是关注力，它都讲究的是突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能量，有点像你看一座山，它开始啊有一些石头滚下来了，在这个滚动的过程啊，它会引起一些注意，引起一些声音。那所以啊，戊土呢，你要关注的是这些石头滚下来，或者这样子这种落石掉下来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吗？OK， 它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东西，或者它是一个无关痛痒，然后只是造成一些别人的不适或者一些阻碍的一些东西。因为戊土本身啊，它是非常注重一种稳定性，一种不太想动的一个感觉。那所以当它真的有东西开始滚下来的时候啊，我会说你是戊土的话，绝对要注意，要抓着这个机会啦。然后去看你所给出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价值，对其他人而言，它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好处，它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或者别人有所启发的一个东西。好，这就是戊土。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那己土啊，这个月份它是进入到食神的月份。那食神啊，它相对于伤官的话，它是一个更内敛的、更内向的一个创作的能力。所以己土呢，我会想象成啊，在这个月份呢，它就是一个在酝酿中的一个土壤，它是在安静的、慢慢的去进行一些设计啊，或者去改良啊自己本身的一些产品、服务，或者甚至啊自己的一个思维。所以己土呢，这个月份啊，就非常好的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些产品或者服务。因为食神啊，它讲究的也是一个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去提升的一个能量。那当然了，作为一个己土啊，很多时候呢，它行动呢也会比较缓慢一点 ，OK， 它也可能会比较隐藏一点，比较隐晦一点，所以配合上食神的话，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能量的话，我会觉得啊，你在静静的这样子提升、去改良、去完善的时候啊，也不要忘记的把它显现出来 ，OK， 要给人家看到，要给人家感受到你的这个价值，看到你的这个价值，这就是己土。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到庚金。那庚金啊，这个月份它是进入到劫财的一个月份。讲到劫财呢，我们就立刻可以联想到就是一个竞争，所以这月份呢，庚金啊，它就有点像他去到一个环境，然后他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要来跟他挑战，要跟他来对打。因为庚金啊，它就有点像是一把斧头或者一把刀 ，OK， 那辛金呢，它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我会把它当做就是一把枪这样子，你就有点像你带着一把刀呢去一个枪战里面 ，OK， 那你就会发现了，哎，我带错武器了，我用错方法了，所以庚金啊，在这月份呢，你就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你要先认清啊自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要找出啊最具优势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然后你要把自己啊放在那一个位置。这个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啊，就是说不要带一把刀去枪战这样子啦 ，OK， 你要带你的刀去一个用刀比武的地方。所以庚金呢，这月份啊，就是一个很好去重新审视、去观察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条件在哪里的一个月份啊，这就是庚金。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进入到辛酉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的一些机会或者一些隐藏的危机在哪里。那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日主是什么，然后你打算如何去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来帮助自己完成你的目标。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下一期视频见，拜拜。